这是一场刚刚发生完地裂吞人、天火焚身的可怕风暴，百姓竟然开始怪摩西和亚伦杀人。什么？他们不是刚刚看到了神亲自审判了悖逆者吗？怎么转眼就要对领袖群起攻之呢？在民数记16章36到50节，神刚刚审判了悖逆的可拉一党，地裂人亡，祸从天降，但百姓第二天仍旧埋怨，说是摩西和亚伦害死神的百姓，神的荣耀再次显现，要击杀百姓。瘟疫迅速蔓延，但亚伦听从摩西的话，立刻拿香炉，勇敢地冲进正在蔓延的死亡的群体中，不是逃跑，不是咒骂，不是发公告，而是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，代求平息神的怒气。结果瘟疫止住了，但仍有14700人死亡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种极其震撼的领袖画面，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舍命站在破口中间，为别人求怜悯。这是一所平凡的高中，但有一个不平凡的老师，叫做林老师。林老师教历史，不怎么凶，也不特别幽默，但全校的人都知道他有一项奇特的绝活，他总能在最混乱的时刻平息一场快要失控的风暴。高二某天，一场严重的作弊风波爆发。段考结束后，有学生检举隔壁班某些同学事先拿到考题，而这些人考试成果果然出奇的好。消息如病毒般在校园传开，校方紧急介入调查。问题是，没人愿意承认，人人保持沉默。有谣言说，举报的是成绩中等的班长博轩，没过几天，他的课本被撕了，脚踏车轮胎被刺破，甚至还收到匿名信，多管闲事，就等着倒霉。辅导室气氛紧张，校方准备祭出重罚，但又怕没证据会引爆学生抗议潮。眼看全校即将陷入两派混战，老师们议论纷纷，气氛如同一场看不见的内战。就在某个平凡的周四，林老师做了一件没人预料到的事，他向校长请求，让我在全校早会发言3分钟。校长点头。那天早上，全校集合在操场上，林老师拿着麦克风站在台上。你们都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吗？他开门见山，但我不是来点名，也不是来审判。全场一片静默。我是来说，若你是那个被欺负的人，你会希望有人替你站出来；若你是那个犯错的人，你也会希望世界不是只有惩罚，而是还有人相信你可以悔改。他停顿几秒，眼神扫过学生们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觉得需要勇气说实话，来找我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错了，想认错，也来找我。我不会报警，不会定罪，我只想陪你走出来。几天后，
有2位学生悄悄地去找林老师，然后是第3位、第4位，最终真相水落石出，作弊风波收尾。但最让人记得的不是处罚名单，而是林老师那天站上台时，眼中没有怒气，只有一种不肯放弃任何人的坚定。几年后，国轩写信给老师，老师，那天我觉得您不是来救学生的，是来挡子弹的，谢谢你为我们站在那个位置，虽然不该您来挡，但您却选择这样做。亚伦的行动是旧约中少见的带球英勇图像，明明他不是错的那个人，却是冲到瘟疫中心，为百姓站立，为他们求赦免。这是耶稣的预表，那位为罪人站在破口中的大祭司，甚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而今天，神也呼召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不是逃离混乱，不是坐看审判，而是愿意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，用祷告，用爱，用勇气，成为那个桥梁，那道守望者的墙。在这个充满分裂的时代，神在寻找一群人，愿意站在破口中站立，不为自己求益处，而是为众人求恩典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